孔夫子有言：“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”在座诸位，谁来说说此话的含义？学生斗胆，这话的意思应该是早晨打听清楚了去你家怎么走，到了傍晚你就没命了。留守，你竟胆敢亵渎圣贤之语，简直大谬不然！孔圣人游行列国，凭的是德行教化，岂是逞勇斗狠之辈？你今天若讲不出个道理来，我即刻将你赶出门墙。先生且息怒，《史记》明确记载，孔夫子身高9尺6寸，体格雄壮，远超常人。这样的身板，断不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之人。所谓德行服众，也需先有自保之力，手里有本钱，嘴上的道理才能让人听进去。这留守当真是信口开河，他居然敢拿圣人体魄说事。大兄这番话倒有几分道理，要是没点真本事，那些想野蛮横之人，怎肯乖乖听你说教？这留守虽然出身寒微，见识倒是务实的很，不像一般的书呆子。我叫刘守，一觉醒来成了三国时期刘备的堂哥，眼下正被卢芷这位老先生当堂拷问，急得不行。检测到宿主已穿越至三国时代，三国直播系统正式绑定，开启直播即可累积积分兑换各类奖励，直播功能现已开放。还好有这个直播系统傍身，百万网友集思广益，还能答不上来？那子不语怪力乱神一句，你又作何解释？圣人难道当真会仰仗蛮力不成？简单子不语就是孔子闭嘴不说话，怪力乱神就是他力气大的吓人，连鬼神都躲着。主播冲啊，把卢老爷子彻底说懵。依学生浅见，此句当解为孔夫子天生烈力惊人，根本用不着开口，光凭那股子气势就足以震慑宵小，镇服鬼神。你胆子倒是不小，那三人行必有我师焉，你再来说说看。当然是3个孔子凑一块儿就能顶一支部队了。古代一个师可是好几千人的编制啊！学生认为，像我们这种多少有点能耐的人，3人结伴同行，通力合作，便可抵得上一师之力。这正是圣人在教导世人要懂得团结协作的分量。且慢，小时候的师和现在的概念对不对得上？殷商时期便以师为军制单位，春秋沿袭不改，而孔圣人恰是春秋之人。这留守竟然晓得上古军制，所言也并非全无根据。哈哈，卢植居然被绕进去了。主播这脑回路不去说书，简直暴殄天物。直播间热度首破100，赠送免费抽奖机会1次，恭喜主播抽获肉体强化增益效果。下课。是。留守，你今天当着全堂侮辱圣贤，实在目无尊卑，赶紧给我跪下来向圣人认错，否则让你领教咱们的手段。好家伙，课堂剧情直接升级成武斗了。主播这文弱书生的样子，能打架吗？东汉私塾变身格斗擂台是吧？大兄，他是西高士的嫡子。哼，有胆子就上前来试试。简直无法无天！都给我上，把这小子的骨头卸了！主播成功拉到仇恨了，嘲讽值拉满。这几个小喽啰根本不够看，主播怎么也得打翻10个才过瘾。糟了，大兄危险！放开我！我可是西高士嫡传，你碰我，我父亲绝饶不了你！嫡传？你区一个旁支庶出，也敢碰我？庶出？连我亲爹都没动过我！那就滚回去找你爹去！经典暴力教育场面，看着真过瘾。好友，我一定会回来找场子的。刘备仗义出手，好兄弟一辈子。主播这2巴掌甩的，隔着屏幕都觉得响。这老先生大半夜不休息，跑我这儿来做什么？你白天当众把高又揍了一顿，那高家可是本地的名门望姓，西高嫡脉更是受周郡器重。你这次做事也太莽撞了。先生放心，学生这全是以德服人，理不在他们那里吗？笑死，这叫以德服人？这是谁拳头硬谁有德？卢老师的教学成果怕是被歪曲了。孔夫子半夜怕是得从地下爬出来发。罢了，你这小子自有一套歪理。我今晚来不是说这茬的，另有一事要问你。先生请讲，学生洗耳恭听。朝廷新下了军令，调我去九江平定蛮族叛乱，那边形势紧迫，我打算带几个信得过的人同去，
你可愿意跟我走一趟？卢植先生真是用心良苦啊！明知高家要报复，提前把主播带进部队，避开祸端。正题终于来了，主播马上要踏上战场了。多谢先生费心周全，学生当然愿意追随先生奔赴九江，竭尽所能。你心里有数就好。明日着手打点行装，3天后随我启程。人气159，积分2731，抽奖人气达200解锁。人气还差1节才到200，眼看着就要上战场了。出发之前，无论如何得把抽奖功能解锁才行。刘兄，咱们当真要在酒楼里敲这玩意儿？当然了，公孙兄，这可是我专门谱的一首提振士气的曲子。公孙兄，你跟大兄马上就要去九江跟蛮人交手了，就当这曲子是咱们给你俩的壮行酒。公孙兄，万事齐备，起！主播怎么突然搞乐队了？丝弦加战鼓搞摇滚，什么新玩法？让我开开眼！天哪，古琴居然能弹出这种动静来，那味儿确实到了。丝弦配战鼓，这搭配绝了，越听越带劲儿。这弹的是什么路数？听着全无章法规矩，偏偏又让人不由自主想跟着摇，当真怪哉。哼，古琴竟被糟蹋出这等嘈杂的声响，这哪是奏乐，分明是对雅乐的糟践。3位客官，您这动静实在太大了些，能不能稍稍收着点儿？好说好说，您放心。接着奏乐，接着舞，名场面诞生了。刘备打小就是个搞事的天才，就等着他这句话呢。皇叔永远的神，笑出声了。刘备这操作，嘴上答应，身上叛逆，教科书级别的阳奉阴违。恭喜宿主积分突破5000，解锁抽奖系统。你就是卢帅带来的人吧？瞧你这单薄身板，上了阵恐怕腿都软了。小子，营里可不是你这号人能混的地方。来了来了，我最爱的打脸场面来了。上啊，主播！军中论的是真本事，我虽读书出身，但也不是贪生畏死的人。哼，成，有骨气。那块石头你要是能推得动，就留在营里；推不动的话，哪儿来的回哪儿去。刘兄，那块石头营中壮汉未必都挪得了，你可别意气用事。公孙兄不必担心，我有把握。哦，瞧他那架势，该不是想把石头举起来吧？做梦呢！这玩意儿张校尉都搬不动，就凭他？哼！这家伙怕是脑子不太好使。公孙兄，走吧。主播这膀子力气也太恐怖了。说实话，我也看呆了。你们瞅瞅这帮兵，一个个跟木桩子似的。直播间热度首破300，解锁系统空间功能，容量1立方米。马上就要出兵了，得赶在动身前把奖抽了。恭喜主播获得先登刀法，1级奇数。蛮族如今据守前方，瘴气森林，我军久攻不下，僵持至今。诸位可有什么破敌之策？蛮兵占了地利，那就用瘴气反过来要他们的命，直接烧林子，不信他们不出来。先生，弟子倒有一个法子，不必大动干戈，便可攻破蛮营。乳臭未干的小子能出什么主？你且详细讲来。此处草木繁茂，烟雾不易消散，咱们先把蛮军的水源截断，再趁风向放烟焚草，把蛮兵逼出山林，然后在山口两域伏兵合围，一战可定。这不捉耗子的法子吗？能行吗？此招出奇制胜，阴狠却实用，不错。我命你率领张猛所部100人，全权负责此战。主播记得藏稳了，别打草惊蛇。等了这么久的硬仗，终于开场了。切记，等烟瘴四起，满兵慌乱出山时，再放箭突袭，不得擅自出击。
该死的汉兵竟敢用这般阴毒招数，给我冲！放箭！休走！去死！检测到在线人数破500，解锁系统地图。留守此战，你立下大功，老夫即刻上报朝廷，封你为先锋营营长。主播也是升官了，接下来是不是该讨伐黄金了？主播马上就要打黄巾军了，期待期待。报，前方30里有黄金贼波才、彭托两军驻扎，一人带军，一人守粮。现在敌众我寡，留守你可有计？我知道，这2个人素来不和，互有猜忌。主播可以伪造彭托通敌密信，挑拨内讧，到晚上趁乱烧粮，再伏击逃兵。弟子有一招离间计，可乱其军心。之后我们夜袭烧了他们的粮草，即可拿下。这俩人都是黄金贼，怎么会轻易离间？准了，这500精锐听你调遣。领命。刘兄，这波才生性多疑，此计能成吗？放心吧，公孙兄，这2个人素来不和，互有猜忌，此计必成。你趁波才巡营松懈，故意在他身前遗落密信，然后立刻撤离。主播，你看地图，到时候他们必会从东侧山口撤退。对，去那里伏击，能将他们一网打尽。公孙兄，你让刘校尉明日埋伏到此处，必能捉拿贼寇。来一杯，再来一杯。那边那个，给老子站住！彭托狗贼，竟敢背叛老子！兄弟们，跟我一起清理叛徒！杀！这波才狗贼还敢来抢我粮草！兄弟们，给我杀了他！刘兄，全部就绪，随时可以动手。点火！完了，全完了！快撤，再晚就来不及了！黄巾军这下是插翅难飞了。好，好，好，主播这次又能升官了。动手！留守破黄金，擒获贼首，立下大功。老夫即刻800里加急上报朝廷，保举你为偏将军。偏将军，那可是能独领一军的职位。哭死！卢植对主播也太好了，主播得给卢植养老啊！元气值突破800，多谢先生赏识。奉旨拿人，闲杂人等一律退避。卢植何在？还不速速领旨！带走。卢大人大破黄金，功在社稷，为何要被罢官押解？大胆！卢植评判不力，克扣军饷，勾结黄金，此乃圣旨，我看谁敢违抗！当今乱世，奸臣当道，我已无力回天。首儿，你不要冲动。主帅都没了，还打个屁！快跑！卢大人都被押走了，咱们留下来等死吗？跑啊！再不跑就来不及了。老师，我必为你伸冤。这就是乱世三国嘛！
功臣竟然被这么对待，主播猥琐发育，迟早要把那群奸臣的狗头打爆。我的卢植老师啊！大兄，许久未见。玄德，你这是？我与众人失散，幸得一支义军收留，这才捡回一条命。身上这身甲胄，便是义军兄弟所赠。今日听闻大兄在此聚兵，我便带着这些愿意追随的兄弟，连夜赶来，助你一臂之力。好，有玄德相助，何愁大事不成？刘备亲兄弟了，听说卢植老师的事儿，直接带人来了。主播开始建立自己第一个根据地了，加油！现在的布防还是太简单了，还是得多攒点积分换资源。上次怎么就抽到个泻药呢？报！陈留张坤、汝南李茂率2000联军，打着清剿乱兵的旗号，距山寨不足5里，正快速逼近。这2个鼠辈敢趁火打劫，让我率军冲下去，砍了他们！大兄，我们仅500余人，对面是我们的4倍，硬拼必败无疑啊！全凭刘兄调遣，我等誓死守住山寨。主播上次不是抽到泻药了吗？现在就用得上。对，看地图，那条河是他们必经之处。主播在上游，敌人在下游，好机会。这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，还敢来趁火打劫，不放毒药便宜他们了。主播还是太仁义了，他们扎营必定会取水，那我就让他们尝尝现代泻药的力量。哼，那留守不过一黄口小儿，也敢在此集结乱兵。张兄所言极是。2位将军，这山寨后山泉水极为清澈。好水，好水，让将士们好好休息，明日随我踏平山寨。你们别躺着，我不行了，快给我腾块地儿！操，我肚子！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不好，这水里有毒！没完了是吧？我不管了！操，又来了！不行了，我起不来了。留守，你这小儿，敢用这般阴险招数，我杀了你！兄弟们，该动手了。哈哈，起效了！主播还是太稳重了。你们看那2个将军根本站不起来。完了，对面打过来了，放弃了，我根本站不起来。投降免杀，不然死！我等愿降。这下是能好好发展一段时间了。感谢2位送来的2000劳动力，完美收官，零伤亡大胜。这缺德的计划用的就是爽。主播又要耍帅了。检测到在线人数突破1000，解锁军械制作兑换功能。现在山寨还是太小了，这宛陵县刚好能作为我们的根据地，加上兑换出来的投石机，攻下倒是不难。养精蓄锐这么久，主播终于打算扩张了，就是不知道宛陵情况怎么样。报，宛陵城内现有黄金残兵3000，搜刮百姓粮草，必成死守，拒不归降。将军，末将愿率先锋攻城，定能一举拿下城门。大兄，宛陵城墙高厚，城门坚固，我军虽有兵力，但若正面攻城，必会损兵折将，得不偿失啊！玄德所言极是。造的投石车终于能派上用场了。
搜集之前战死的那个，还有染风寒发热的流民，用投石机抛进城里。古代没有防疫手段，城内人挤人，几天就乱了。传令下去，全军开拔宛陵县城，即刻搜集此前那个，将我们的投石车也带过去。我要让他们不战而降。大兄，这有违人伦啊！刘备的心还是不够狠啊！主播利用百姓说服刘备吧。玄德，若不破城，那城中百姓又该如何是好？谨遵将令。这计策确实毒辣了些，但现在是乱世，我的心一定要狠。刘兄，投石车已布置好7架，那个搜集100余具，全部就绪。主播记得把城门围死，还有切断城外水井和粮道，城里有粮也没用。哼！好，公孙兄，麻烦你派重兵围堵4门。张猛，你去将城外水源、粮道切断，天亮时分准时投石，不分昼夜，往城内密集处抛射，不必留情。这留守小儿不过是收拢残兵的鼠辈，也敢来攻我宛陵城！发射！对面简直不是人，快吐了！操，恶心死了！留守小儿，你竟敢用此毒计，丧尽天良！必城顽抗，便是这般下场。主播也是变得冷酷了起来。乱世之中，仁慈是没有意义的。只希望对面能早点投降，不要苦了百姓。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这霍老爷快投吧，我家孩子已经不行了。不行，我刀都拿不住了，渴死我了！这水怎么也断了？我们部队就我一个人了。将军，不行了，兄弟们死了大半，百姓也乱了，再不开城投降，只怕我们全都要交代在这里。终于投降了，就是不知道百姓还剩多少。哎，这就是乱世。末将程远，愿率全城军民归降，任凭刘将军处置。早点投降，又何必受此苦难？传令下去，全军入城救助百姓。检测到在线人数突破1500，系统空间升级，实力方明。王县令，末将留守率部剿灭宛陵黄金残寇，收复县城，今日特来求见。望县令大人为末将上表朝廷，保举末将上任宛城县尉。刘将军评判有功，本县令自会上表。但县尉一职关乎地方治安，需斟酌一番。这县尉乃朝廷命官，岂是一介山野武夫能胜任的？此人虽平了黄金，可手段阴毒，怎配掌管宛陵治安？陈族长所言极是，这留守不过是一乱军首领，出身微寒，宛陵世家望族众多，岂容一个庶流骑在头上？这群世家老东西真够恶心的，狗眼看人低。主播怼他们，用你的专属论语教他们做人。诸位族长，难道不知我师从卢植大熟？各位可听说过孔子云：“君子不重则不威”吗？那又如何？这句话跟这件事有什么关系？孔子都说了，君子打人就得下重手，不然没法树立威信。既然各位看不起我，那就只能试试我的拳脚。竟敢曲解圣人之言！孔子云：“有教无类”，意思就是说我教你做人的时候，不会管你是谁。如果各位还不能明白，那我也只好效仿圣贤，以德服人。噗嗤，就是这个表情，笑死我了！你看他们人都傻了。公子，你确定我是这个意思？我怎么不知道？王县令，你看此子目无尊长，巧言令色，这般狂徒，若任县尉，我等绝不认可。刘将军，非本县令不愿保举，只是世家诸位族长皆有异议，县尉一职暂不能定。王县令，宛陵城外30里的芒砀山有一伙山贼，烧杀抢掠，为祸乡里。留守将军自诩勇武，若能剿灭这伙山贼，我等自然无话可说。若是连区山贼都剿不灭，那留守将军也该知难而退，莫要再觊觎县尉之位。陈族长所言甚善，刘将军，
你若能剿灭芒砀山山贼，本县令便即刻上表，保举你为县尉；若不能，还请将军率部离开宛陵，勿要再扰地方。芒砀山地形复原，山贼狡猾，500余人可不好对付。好，我便应下此事，10日之内必剿灭芒砀山山贼。哼，若将军能做到，我等自然信守承诺。大兄，这群世家与县令分明是故意刁难，芒砀山山贼势大，地形又险，10日之内剿灭，何其难也！刘兄，不如我们暂且离开宛陵，另寻去处，何必受这等窝囊气？既然他们想玩，我便奉陪到底。芒砀山山贼，我定要剿灭；这宛陵县尉，我也势在必得。主播看地图，山贼营地在山腹之中，只有一条主路进出，我们可以断了他们的水源和粮道，逼他们出来。山贼肯定藏有粮草，先派精锐偷袭他们的粮仓，一把火烧了，用计诱他们出山，再设伏围歼。公孙兄，你率人绕至山后，切断山贼的水源。张猛，你率人趁夜偷袭山贼粮仓，我亲自在山前主路设伏，诱山贼出山，一举围歼。遵令。该死的，是谁敢来偷袭你爷爷我的？别让我逮着你了！动手！王县令，诸位族长，末将已剿灭芒砀山山贼，特来复命。王县令，此事恐有蹊跷。陈族长，此话何意？王县令，您要为小民做主啊！芒砀山的山贼本已被我们乡勇击退，这些士兵却冲过来杀了我们乡勇，冒充军功，甚至还抢了我们的粮食。你胡说八道！我等剿灭山贼光明正大，岂会做出这等卑鄙之事？王县令，此农夫乃是芒砀山附近的村民，其所言句句属实，还有数名村民可为证。留守这分明是杀良冒功，欺上瞒下。我操，这群狗东西玩阴的，竟然污蔑主播杀良冒功，太恶心了！输不起就搞这种下三滥的手段。主播别忍了，直接干翻这群杂碎！陈渊、王怀，尔等联手污蔑于我，真当我留守好欺负不成？留守，如今人证在此，你还敢狡辩？杀良冒功乃是滔天大罪，本县令本念你评判有功，处处容让，没想到你竟如此卑劣。留守，事到如今，你还是束手就擒吧。若敢反抗，便是谋逆之罪，诛九族的下场。我等早已派人将你杀良冒功之事告知周边郡县，今日你插翅难飞，尔等血口喷人，我大兄率部浴血剿灭山贼，何来杀良冒功？谁敢动刘兄，先过我这关。群杂碎玩阴的玩到底了，主播别跟他们废话，直接血洗献俘。杀良冒功，反咬一口啊！把这农夫吊起来审，看他是谁指使的。主播快查这农夫的底细还有世家，干翻他们！你说我不杀良冒功，那我问你，你口中的乡勇有多少人？为首者是谁？山贼被击退时死伤多少？我记不清了，当时场面太乱，只看到官兵乱杀无辜。记不清了？你连基本的细节都说不清，也敢来污蔑我？说，是谁给了你好处，让你在这里满口胡言？留守，你敢在公堂动粗，目无王法！今日我便替天行道，清剿这宛陵的蛀虫。恕子而敢！我陈家在宛陵100年，门生故吏遍布州郡，你动我一根手指，必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还有我李家，你若敢乱来，周边郡县世家必群起而攻之。你这点兵力不够塞牙缝的。100年世家，今天就给他扬了。主播直接抄家，让他们知道什么叫身败名裂。主播别废话，先砍了这几个族长立威，宛陵的世家该换拨人了。来人，将这些满口狂言的世家蛀虫，还有这贪赃枉法的县令全部拿下，敢反抗者就地斩杀。
奸人，今日便让你如实招供，是谁指使你污蔑我大兄？陈组长，现在我给你机会，说出你等这些年欺压百姓、私藏军械、贪墨钱粮的罪状，或许我还能留你个全尸。留守，你不过是个乱军头领，敢动我世家之人，州牧大人定会兴兵问罪，你迟早会身首异处。动手！我说是陈组长让我在公堂污蔑将军杀良冒功，王县令也是早就被陈组长买通了，一切都是他们策划的。我不是故意的，是陈渊逼我的。他说若我不配合，便联合其他世家罢了我的官，还会害我全家。我是被逼的呀！留守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。你连做鬼的机会都没有。婉玲世家这些年鱼肉乡里，强占民田，逼死的百姓不计其数，今日便是你们的报应。干得漂亮！就是要这样硬气，世家的嘴硬就用刑具治。抄家必须抄家，世家的粮仓金库全给主播搬空。不仅要抄家，还要废除他们的世家特权，把土地分给百姓，民心直接拉满。陈渊那老东西，去年强占了我家3亩良田，还打死了我的父亲。李家的恶奴上个月抢了我的女儿，至今生死未卜。这些世家蛀虫早就该遭报应了。诸位乡亲，这些恶徒贪赃枉法，欺压百姓，甚至污蔑有功之臣，罪大恶极。今日我将这些蛀虫明正典刑，以儆效尤。爽，这才是对付世家的正确方式。抄家斩首，明正典刑，民心直接拉满。直播间人气突破3000，解锁高级抽奖一次。恭喜主播抽中莲弩制作图纸，可量产诸葛莲弩的初级图纸。这一波清剿世家，不仅除了婉玲的内患，还收获了民心。婉玲的根基稳了，诸位都是有识之士，奈何世家当道，怀才不遇。今日我留守在此立誓，在我治下，唯才是举，不问出身。愿为将军效命，誓死追随将军。黄金来犯，数万贼兵直逼婉陵，快传报刘将军！主播看城下东南低洼处，今日东南风，挖坑埋分量密封发酵产生沼气，再用孔明灯点火油烧，毒火毒烟团灭贼兵。挖坑分层埋料，后土密封留小口，火油配孔明灯精准引燃，趁风势造窒息区。今日东南风那片洼地是贼军必经之路，我有一计，在此处挖坑造火，利用风向形成毒火窒息区，让贼兵无火可避，无气可吸。刘兄此计闻所未闻，挖坑造火至少需2个时辰，贼兵1个时辰便至，时间根本不够啊！刘将军，贼兵3倍于我，4门分兵，每门仅1000余人，若此计不成，婉陵必破。末将愿率军出城拼杀，拖延时间。更险的是，火性难控，若引火不慎反烧我军，或火势不足伤不到贼兵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我意已决，此计虽险，却是唯一生机。各位不惜一切代价，半个时辰挖好坑，填完料，1个时辰完成密封。诺。主播放心，挖坑选洼地中心，两兼具障隅，防止火势互冲。孔明灯煤气新加长，确保飘到坑上空再滴火油，精准引燃，别提前烧了。火油别浇坑里，浇在坑旁干柴上，离通气口半步远。贼兵将至，破城则屠。刘将军有退敌奇计，捐物料遇敌者，战后赏粮免付；轻壮随营者，战后分田。不是不愿捐，只是我们也是要过冬啊。捐了，一家人往后怎么活？是啊，万一城没守住，捐了也是白搭。诸位乡亲，今日守不住婉陵，过冬也是空谈。贼兵所到之处，老人孩子都不放过，烧杀抢掠无恶不作。放心，我们绝不让大家吃亏。快！贼兵快到了，挖不完坑，大家都得死！现在退，
回家也是死。拼一把，守住城才能活。留守小儿，就这点本事，区这点人，也想挡我1万大军？速速开城投降，饶你全尸，不然老子拆了你的城墙，活剐了你！继续放箭，滚木雷石什么的都给我往下砸！将军，剑池只剩4成了，滚木雷石也快用完了，贼兵太多，撑不住了。撑住，再撑半个时辰，谁也不准退！将军，东门撑不住了！杀！今日便用此火烧尽这群逆贼！将敌军引入东南处。都给我冲！点火！放！怎么回事？哪里来的火？救命！凡能动者，尽数射杀，绝不让一人逃出。你用的是什么妖法？成了，1万贼兵全困死在火海里了。这波降维打击，3国贼兵哪见过这阵仗？手下来了，挽灵稳了。检测到在线人数突破4000，解锁天气预报功能。黄金贼绝不会善罢甘休，我得做好迎击准备。该死，这黄金贼真是阴魂不散，这次居然是张宝亲自带军。主播这波压力拉满了，张宝可比波狼难对付多了。之前的沼气毒火计没法用了，张宝人太多，洼地装不下，得换大招。绝河灌营是好招，但怎么骗张宝进低洼地？这老贼肯定比波狼多疑，得做足戏。张宝乃黄金渠帅，久经战阵，绝非波狼那般草莽。寻常诈降怕是骗不过的，必须想办法让他主动钻进陷阱。报，那张宝率3万黄金压境，扬言3日内踏平宛陵，活捉将军。3万大军，咱们才8000兵马，这怎么守啊？不如跑吧。主公，末将愿率500先锋营冲出去，直取张宝狗头，挫其锐气，稳定军心。此举无异于以卵击石，只会白白牺牲将士性命。张宝大军虽多，却多是乌合之众，但正面冲锋我军也讨不到好，需用奇计破局。传令下去，紧闭城门，不得出战。另外，将城内仅存的粮草半数搬到城头，故意让敌军望见，再让士兵们装作慌乱收拾行囊。刘兄这是要故意示弱？这漳水河水势汹涌，只需掘开河堤，挖渠直通洼地。我要让张宝以为我们走投无路，而那片洼地是我们逃跑的必经之道，他定会率军追击。届时不出半个时辰，便可让3万黄金葬身水底。此计虽妙，可张宝生性多疑，仅凭示弱未必能让他深信不疑，更未必会亲自率军追击至洼地。得给诈降的人编个完美的理由，比如内部夺权，刘备被排挤，走投无路才投降。再泄露假情报，说我们粮草只够1日，打算深夜从洼地突围，逃往庐江，让张宝觉得自己占尽优势，是捡便宜，才会放松警惕。玄德，你挑选2名亲兵随你诈降，
务必将粮草告急。深夜从洼地突围的假情报透给张宝，必不负大兄所望。公孙将军，这河床土层坚实，水流湍急，只要掘开河堤，河水必能顺势灌入黄巾大军。而且此处河堤隐蔽，离黄巾哨卡足有1里地，深夜施工绝不会被发现。好，立刻去通知张校尉，即刻率工兵出发，务必在明天黎明前挖好主渠，不得有误。主帅，宛陵城内毫无动静，会不会有诈？哼，不过8000残兵，面对我3万大军，怕是早已吓破胆，能有什么诈？再等半日，若还不开城投降，便下令攻城。张帅饶命！张帅饶命啊！你是何人？竟敢擅闯大营？我乃留守的堂弟刘备。那留守心胸狭隘，嫉贤妒能，处处排挤我。如今城中粮草不足，他竟要弃城逃跑，我实在忍无可忍，愿献城投降，只求张帅收留。你既为留守堂弟，为何要背叛他？他根本不把我当兄弟，此前剿匪，功劳全被他独占。我拼死作战，却只得到几句空口嘉奖。如今城破在即，他只顾自己逃命，哪管我的死活？这是我的令牌，张帅若不信，可派人查验。城内如今乱作一团，士兵们都想逃跑。留守已下令，今夜3更，从城外洼地突围，跑往庐江。主帅，此人来历不明，怕是有诈，不如将他先关押起来，派人进城打探虚实。不必，那洼谷地势狭窄，我军只需提前埋伏，便可一网打尽。就算有诈，我3万大军难道还怕他8000残兵不可？你若真能助我活捉留守，我便封你为毕将军，率军镇守宛陵。谢张帅恩典，我愿为大军引路，助张帅建功。那留守今夜3更确实要从洼地突围。留守小儿终究是个鼠辈。周仓，你提前埋伏在洼地两侧，待留守突围时，从侧面夹击，我在洼地后方拦截，务必将他们一网打尽，一个不留。主帅英明。张帅神机妙算，留守此次插翅难飞。不许出声，等他们全部进入洼地再动手。哼哼，留守小儿，你的死期到了。开闸放水！不好，是洪水，快撤！救命！我不会游泳，快跑啊！洪水来了！主帅，救命啊！怎么会这样？留守小儿，你竟敢决河灌营！全军出击！黄金贼子，还不快快投降！黄口小儿，我就知道你有问题！留守，你用此阴毒之计，算什么英雄好汉？你率黄巾作乱，烧杀抢掠，残害百姓，也配谈英雄好汉？乱世之中，胜者为王，败者为寇。爽！3万黄金全军覆没，从示弱诈降到逃兵佐证，再到决河灌营，每一步都走在刀尖上，幸好没翻车。
传令下去，张宝罪大恶极，斩首示众，以儆效尤。至于其余降兵，愿归降者编入府军，严加训练；不愿归降者，发放粮食，遣返原籍。刘将军用兵如神，且善待降兵，周某愿降。周将军忠义，我自然信你。往后你便率降兵，负责清理战场，安抚百姓。鲍将军，此战共斩杀黄金贼兵23000余人，俘虏7000余人，收缴粮草10万石，军械3000余件，我军伤亡300余人，轻壮百姓伤亡50余人。伤亡将士厚葬，家属加倍赏粮分田，受伤百姓由军医统一救治，不得有误。诺。刘兄，此战大获张宝3万大军，宛陵周边再无黄金为己，民心已稳，是时候整顿兵马，囤积粮草。大兄，宛陵城内户籍田亩都需要重新统计，为日后扩张积累根基。主播现在有了稳定的根据地，也该扩张了。现在凉州叛乱，如果主播能在马腾之前拿下，在乱世也是有了立足之地。就是主播在宛陵离凉州还是太远了，要是中间有一个跳板就好了。凉州叛乱确实是我能成为益州刺史的最好机会，得好好谋划一番。凉州边章韩遂叛乱，朝廷无力平叛，致使百姓流离失所。我等刚破黄金，军心正盛，当趁势西进，既为平叛安民，亦为扩充根基。诸位以为如何？刘兄，我军虽胜黄坚，却折损300余将士，新兵尚未完全整编，且宛陵刚定，根基未保。此时西进，恐后方生乱。公孙兄所言极是，宛陵百姓刚遭战乱，急需安抚，粮草军械也需时间囤积，贸然远征，风险太大。末将愿率先锋营开路，不过雍凉路途遥远，沿途郡县林立，若处处受阻，怕是未到凉州便已兵疲粮尽。原直似有谋略，你且来说说。凉州地处边陲，民风彪悍，若能拿下，既可扩充地盘，又能招募勇卒，还能避开中原诸侯的直接冲突，实为上策。只是路途确实遥远。那如果我们先取雍州陈仓，以其为跳板，再图凉州如何？陈仓乃雍州门户，地势险要，易守难攻。若能堪下陈仓，确实能解决我军后勤问题。可陈仓并未叛乱，我军师出无名啊！来了，主播藏了这么久，就为今天。师出无名，马上就让你知道什么是名。就现在这个时代，也没人敢想啊。这便是我等的民，并沿途郡县开城营军，供给粮草。这伪诏足以乱真。刘兄，伪造圣旨乃谋逆大罪，一旦败露，我等将成为天下公敌。怕什么？乱世拳头硬才是正理。伪诏只是敲门砖，拿下城池就是自己的。重点是伪造要逼真，还要找个靠谱的人办使者。现今朝廷自顾不暇，这些诸侯拥兵自重，谁还真在乎一道圣旨？况且我等只为平叛安民，而非谋逆。待拿下凉州根基稳固，区区伪诏之罪，谁敢追究？元直，你带人伪造圣旨，再从梯位中挑选1名能言善辩者，换上朝廷使者服侍，随大军前行。末将遵令。大兄，我愿率一部兵马殿后，安抚宛陵百姓，整顿后方，确保粮草供应，为大军稳固根基。甚好。玄德留守宛陵，务必安抚民心，扩充兵力。待我拿下陈仓，便派人接你西进。将军，前方30里便是雍州陈仓城。据斥候回报，守将王凯听闻凉州乱兵相至，已紧闭城门，坚守不出。我等到底能不能平叛凉州，就看这一步。你持此诏前往陈仓城，传旨王凯，让他开城。如果他迟疑，便以通匪相胁。现在怎会有朝廷使者前来？你去问问。来者何人？止步！我乃朝廷使者，持天子圣旨前来，传陈仓守将王凯接旨。大人，这留守不过是宛陵一介地方将领，朝廷怎会突然封其为剿匪大都督，还令沿途郡县听其调遣？大胆王凯，天子旨意，岂容你随意质疑？如今凉州叛乱猖獗，你若敢抗旨不遵，便是通匪同党，届时不仅你人头不保，全城百姓也将受连累。末将王凯接旨遵令，即刻开城，恭迎刘将军入城。陈仓守卫王凯恭迎刘大人入城，愿祝大人西进安民，护百姓安宁。王大人深明大义，不负朝廷所托。我部入城后，只驻营地，不扰百姓，所需物资器械，还望大人协助筹备。这是哪儿来的部队？不知道，但看样子应该不会动我们的东西。比我们这儿的整齐多了。你们快去为刘将军筹备粮草。诺。王将军，如今凉州乱兵逼近，陈仓城防薄弱，仅凭你3000守军，恐难抵挡。
我军入城后，将分兵驻守各城门，加固城防。不知你意下如何？这是要夺老子兵权啊！全凭刘将军安排，末将愿听调遣。王将军放心，我军驻守城防，只为剿匪。待乱兵平定，我便率部返回宛陵，陈仓城仍由你镇守。是。刘兄，王凯此人心怀疑虑，留之恐生后患，不如直接拿下，以绝后患。不必，王凯虽有疑虑，却无反心，留着他可安抚陈仓城内官员百姓，减少抵触。如今陈仓城已在我掌控之中，他翻不起什么风浪。周仓，你率2000兵马接管陈仓4门防务。公孙兄，你与元直清点粮草军械，整编王凯部众。待我们彻底掌握陈仓之后，即刻出征凉州。是。主播这波伪造太溜了，不费一兵一卒拿下陈仓血赚。王凯被拿捏得死死的，主播这手段越来越老练。陈仓拿下了，西进之路畅通，接下来就看怎么收拾凉州乱兵了。直播间人气突破5000，解锁粮草增产技术可提升地区粮食产量，奖励百炼、精铁万金补充军械打造。陈仓7成良田被真魏两家把持，百姓无地可耕，西征粮草无从谈起。即日起，各家占田不得超过100亩，超额部分全部分给百姓。将军三思，陈昌、真魏两大世家根深蒂固，门生故吏遍布郡县，强行征田，怕是会让城中大乱啊！陈仓是重要战略地点，主播现在还未稳固，怕是不能硬来了。要把世家分化，一个个针对。离间计如何？这两家世代联姻，暗中勾结，硬攻必损兵折将，得让他们自相残杀。将军所言极是，真渊贪财，魏松好名，两家虽表面和睦，实则为争夺陈仓盐铁商路积怨已久，借献田受爵之名，挑拨两家猜忌，用密信栽赃，激化矛盾。散布献田者可独享盐铁商路的流言，诱使两家争抢。魏松这个老狐狸，平日里与我称兄道弟，背地里竟如此阴狠。甄族长，您若想争夺此爵位，需尽快行动，献田越多，胜算越大。多谢先生提点，我甄家绝不输给他，即刻清点田产，再派人暗中查探魏家私藏军械的证据。我要让他献田不成，反遭朝廷问罪。甄渊老贼，竟敢如此算计我！魏族长，甄家势大，你只能先下手为强，揭发他的罪状。传令下去，给我搜集甄渊贪赃枉法、欺压百姓的证据。听说了吗？魏家私藏军械。我还听说甄家家主贪赃枉法。听说这两家为了一条商路，现在是吵得不可开交。希望不要波及到我们是好。老狐狸，你今天要是不交出军械，向老夫道歉，此事休想善终。甄渊老贼，你真当我魏家好欺负是吧？老狐狸，今日便让你为算计我付出代价！甄渊老贼，你陷害我在前，还敢倒打一耙！将军，这老匹夫私藏军械，还望将军明放屁！将军，这老贼贪赃枉法，还欺压百姓，一定得严惩！你们两家私兵扰乱城防，触犯军法，私藏军械，贪赃枉法，欺压百姓，更是罪加一等。诸位乡亲，真魏两家犯下如此罪行，今日我便替天行道，收缴两家私兵，清查田产，让大家都有田可耕。主播这连环离间计太妙了，精准拿捏世家的贪厌与猜忌。真魏两家各怀鬼胎，想不内斗都难。最后主播坐收渔利，这波稳了。刘将军英明！刘将军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蠢货，还不明白我们中计了。民心已聚，后勤根基稳固，接下来该筹备西征的军备了。将三者按比例混合研磨，加水煮沸3个时辰，过滤出的汁液便是剧毒，服于箭时见血封喉。小心操作，接下来是泻药，将巴豆苦参捣碎，浸泡在酒中发酵5日，少量即可让人腹泻不止。将军，导气可燃，可装入陶罐，制成沼气弹。大兄，宛陵已安定，粮草新兵尽数带来，西征平叛，我等愿与你同往。我在宛陵时偶遇云长、翼德2位贤弟。我们3人桃园结义，誓同生死。关某字云长，愿追随刘将军，诛叛贼，安百姓，死而后已。俺张飞字翼德，最恨叛贼欺压百姓，愿为将军先锋，斩将破城，在所不辞。好，有云长、翼德2位壮士相助，凉州叛军不足为惧。主播终于有大将，能领军了，正面能力大大加强。这就是这3人的羁绊吗？这都能结义，泪目了！终于能见到活的关羽、张飞了。全队出发，西晋安民，还凉州百姓安宁。
一群废物！那留守小儿都打到家门口了，你们竟无一人有退敌之策！将军，汉军粮草需长途转运，我们可假意弃城，留一座空城诱他入城，待他大军进城，我们再率主力回师合围，必能将其全歼。妙计，就依此计行事，传令下去，城头减兵，佯装慌乱，制造撤退假象。据斥候报告，孤当城最近城防松散，那叛军马远似乎打算撤退，各位有什么看法？俺早就看那些叛军不爽了，交给俺和二哥直接拿下此城。某必在半日之内拿下城池。大兄，叛军无故撤退，恐有蹊跷。孤臧城地势易守难攻，马远无故弃城，必是诱敌之计。主公，叛军定是假意撤退，妄图卷土重来，合围我军。将计就计，进城直接烧城，让他回来啥也没有。烧粮草、填水井、鬼耕地，让叛军无立足之地。乱世对叛军讲仁慈，就是找死。主播干就完了。我军破城后，即刻焚毁粮草、填塞水井，毁坏耕地水利，让马远回来，只剩一座废城。大兄，此举过于残暴，有损你名声啊！乱世之中，虚名无用。对叛军的仁慈，就是对我军将士、对凉州百姓的残忍。此事已定，无需多言。按吩咐，我们这样就可以了吧？对，可以准备撤了。快跑！乱臣贼子，还不快速速投降！关二爷太猛了，冲车撞门，一骑当先，这才是猛将本色。马远这演的也太假了，守军就这点人。主播快下令，别让叛军把粮草带走了。按计划行动，把能拿走的都拿走，拿不走的就烧了，保证每口水井都封死了。都给俺动作快点！那些叛军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就回来了。各位还请不要着急，我军一定保障各位生活。不是我害了你们，是这乱世害了你们啊！焦土计执行的太利索了，粮草烧光，水井封死，耕地被毁，叛军回来只剩一片空壳。玄德安抚百姓这块永远在线。主播这波断根操作太狠了，叛军直接没活路。直播间人气突破6000，解锁每月商店功能，每月可用积分购买随机物品。本月物品：高音喇叭制作图纸。留守小儿定然以为我已远逃，兄弟们，随我杀回城，全歼汉军！将军，不好了！那留守战城后，一把火烧了粮仓，填了水井，毁了耕地，城内连一粒粮、一口水都找不到了。留守匹夫竟如此狠辣，我孤臧城竟被他毁于一旦！边章韩遂为给马远复仇，合兵10万，旌旗如林，铺天盖地，压向扶风城。那些叛贼送上门来，俺愿领3000铁骑，先冲垮他们阵脚。三弟不可冲动，敌众我寡，正面硬拼，我军必伤亡惨重。主播别硬刚，用游击战耗死这10万大军。在陈仓造的毒箭、泻药、沼气弹、毒草烟全安排上，不决战不攻坚，打了就跑。诸位放心，10万联军又如何？今日我便让他们进不能战，退不能守。快，时间不多，被抓住就暴露了，快撤！有刺客，放箭！给我忍住了，不准动！俺给你们尝尝这个的滋味！给我抓住这群人！主公快撤，俺来断后！十面埋伏，死局突围。浴血死战太惨烈了！扔沼气弹，炸出退路！谁出来？不然放箭了！屏住呼吸，装死人！哪儿来的野狗？敌粮在此，烧！营内何人？灯火为何不亮？开门！有奸细，他们要烧粮，快点火！杀！给我把他们烧成灰！撤！快撤！留守小儿一直用这些阴毒之计，简直无法无天。全军整队，不惜一切代价踏平扶风城。点火！将军，毒烟回来了！主公快撤，再留必死！该死！这系统天气预报只显示了50的风险，现在还有1会，不准撤，再撑10息。风一定会转回来的。放火放早了，风向不对。每一秒都在死人心脏炸了。居然连老天都助他！撤退！
主公，此战大捷，叛军已退至城外。这次算是险胜。边章韩遂这仗没法打了，投降算了。主播把周边城池的粮草都烧了，对面没有补给了。留守这匹夫，再这么下去，不等开战，大军就散了。我军粮草只够支撑10日，若不能速战速决，必不战自乱。不如这几日集中兵力，强攻扶风东门，拼死一搏。只能如此，传令下去，全军休整3日，然后全力攻城。主公，那边章韩系粮草将尽，他们3日后将强攻东门，叛军士兵士气低落，多有抱怨之声。主公，叛军已是强弩之末。俺愿率5000精兵，明日出城迎敌，定杀得他们片甲不留。何必强攻？现在敌军人心浮躁，我们直接搞舆论战。没错，让他们自相残杀。叛军势大，虽士气低落，但困兽犹斗，不如以柔克刚，用舆论攻心，不费一兵一卒，乱其军心，散其民心。主公高见，动摇其军心民心，再宣扬我军仁德，必能让叛军不战自乱。主播上次买的喇叭图纸有用了，可以制作传单，一边宣传敌军残暴，一边宣传我们仁慈。还要让细作们进城散布谣言。来，传我命令。生死不明，那就是死了。就写边章韩遂粮草尽，杀卒充粮，一战1000名老弱残兵。叛军破城后，必屠尽百姓，抢夺妻女，把他们名声都毁了。宣传我军的就写留守将军率王师剿匪，优待百姓，开仓放粮。叛军降者免死，愿归降者分田安家。听说了吗？大将昨日又杀了几个老兵，听说都被拿去从良了。要不我们跑吧，不然早晚得死。对面的兄弟们听着，你们的粮草已经没了。那边章昨夜还斩杀1000名老弱残兵充粮，你们今日拼命攻城，明日就会成为他们的口中食。留守将军优待降兵，归降者免死，分田安家，粮草管够，不要再为残暴之者卖命了。刘将军开仓放粮，凡是脱离叛军的人都可以进城领粮。他们说将军杀卒充粮，是真的吗？留守匹夫，竟敢用此卑劣手段，传令下去，弓箭手放箭，射退城头喊话的士兵。高音喇叭，叛军弓箭根本够不着，主打一个安全输出。对面气到跳脚，却一点办法没有，太解气了。心理战开始见效，叛军士兵已经开始怀疑人生了。这仗没法打了，将军根本不管我们的死活，不如趁夜逃去扶风城，归降留守将军，至少能有条活路。我家的粮食都被这些士兵抢完了，把我们的粮食还回来！将军，我等实在无法忍受那边章韩遂的残暴，还望将军收留我等。完了，全完了！留守这匹夫的计谋比千军万马还狠，再这么下去，只有死路一条。接下来就该轮到我进攻了。成了都成了，主播这攻心计也太爽了。这就是舆论的力量，不费一兵一卒，叛军内部全乱了。直播间人气突破7000，解锁工程基建技术兑换。这留守小儿离了那些下作的手段也不过如此。我们这城池坚不可摧，那留守小儿想要攻破，简直自不量力。待我等援军赶来，就灭了那留守小儿。大兄，我军接连3日猛攻，叛军死守不退，我军折损1000余锐士，凉州城防依旧坚固，且叛军从西城运入一批粮草，短期内无断粮之虞。这帮叛贼就知道在城里当缩头乌龟，不如俺再率死士冲一次，定能劈开城门。一得不可，那叛军早有防备，身豪巨马，易守难攻，硬攻只是白白牺牲将士。主公，这凉州城虽坚，但城墙下土质松软，我军可效仿古之坑道之术，挖掘地道通至城内，直接偷袭，就是怕我们粮草支撑不住。对呀，还能打地道战，怕效率不够快。没事，主播才解锁了工程基建技术，现代挖掘技术我都不知道怎么仿，好计策。至于军师担心的问题，我自有安排。哼，留守匹夫黔驴技穷，只会硬攻。那留守诡计多端，我军只需死守，不出10日，汉军必因折损过大而退。主公，这啥挖掘技术真能行吗？张将军你就放心干吧，不出3日，我们必将破城。坑道宽3尺，高4尺，两侧用木板交叉加固，防止黄土塌陷。每隔1丈向上挖一个斜向通风口，通至地面，保证坑道空气流通。按书上的法子，10队轮班，日夜不停，务必在3日内完工。叛军现在已经心生懈怠，正是奇袭的最佳时机。现代挖掘技巧就是牛，叛军根本想不到地底有人。叛军都飘了，巡逻都不认真了，这波偷袭稳了。通风口藏荒草里，黄土运沟壑里，保密镜拉满，满分操作。主公，地道皆已完工，随时可行动。好，现在就通知各位将军，开始行动。兄弟们，随我杀！
这些人是从哪里出来的？快跑啊！那红脸大汉上次一刀劈死了10几个人，他要破城了！兄弟们，今天就杀了这些叛军，为我们的兄弟报仇！那留守小儿是如何进的城？快去救援！不许逃，随我死战！某这就送你下去见你的士兵，快跑，往武威方向！公孙瓒冲啊，直取主营，叛军乱成一锅粥了！关二爷劈城门太帅了，地道战的威力体现出来了，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完美！主公，凉州城破叛军主力归降的消息已传遍凉州，金城、酒泉等城叛军守将闻风丧胆，皆派使者前来请降。主公，凉州仅剩武威一城，仍有叛军负隅顽抗，守将韩遂率不足1万残兵死守，已成瓮中之鳖。主公，俺愿率部直取武威，擒杀韩遂，平定凉州。待平定完武威，安抚了雍凉两州，我便率大军东进，建制中原。恭喜主播，凉州各城望风归降，平叛大业要成了。武威城手到擒来，韩遂插翅难飞。从雍州到凉州，主播步步为营，这波操作太秀了。凉州平定就在眼前，主播的霸业又进一大步。直播间人气突破8000，解锁良招技术。将军，城内粮草只够支撑3日，昨日又有数百士兵逃散，若再坚守，怕是……住口！我韩遂征战半生，岂能像一个毛头小子俯首称臣？那留守小儿占我凉州，毁我城池，此仇不共戴天。明日我出城假意归降，诱他入城，你率人埋伏好，待我抬手为号，便点燃火油。将军，这可是同归于尽之策，况且城内还有数千百姓，乱世之中，百姓何足惜？留守，你想平定凉州，便先陪我入这火海吧。那韩遂称愿明日在城门处向古公投降。主公，韩遂素有枭雄之心，如今投降，怕是有诈降之意了。欲诱主公入城，我亦有此疑虑。那韩遂困兽犹斗，必不甘心束手就擒。主播，你都造好燃烧弹了，还怕什么？直接烧了他们！安排好后手，明天情况一有不对，就投掷燃烧弹。韩遂，我想同归于尽。主播，你想多了，我先烧了你。明日备好投石机与燃烧弹，听到我命令后直接攻城。遵令。刘将军神威，韩遂自知不敌，愿率全城归降，只求将军留我麾下残兵性命。韩将军城中的埋伏都准备好了吗？发射！果然有诈，主播抢先动手了。韩遂这小眼神都藏不住了，让古人尝尝燃烧弹的滋味。全部发射！救命！该死的，你别拉着我！留守小儿，老子要与你同归于尽！哼！我等愿意归顺将军。刀光一闪，韩遂受伤，大快人心。花二爷出手就是快准狠，一刀解决韩遂。主播这波将计就计，既破了诈降计，又灭了叛军，完美。还好刘将军派人来救火，就是可惜了我家房子。听说刘将军会派人了修，不知道是不是真的。主公，并州方向有一支大军前来，为首者乃幽州刺史董卓，声称听闻主公平定凉州，特来拜访。董卓手握并州重兵，性情残暴，野心勃勃，此刻前来拜访，不知是福是祸。管他董卓想要干什么，有我与二哥在并保主公安全。三弟说的没错，董卓可是乱世枭雄，主播要小心啊。雍凉刚定，又遇董卓，越来越刺激了。董卓虽残暴，却手握并州兵权，先看看他此番前来究竟有何图谋。刘将军平定凉州，威名远扬，董某慕名而来，特来结交。董刺史客气了，你手握重兵，镇守并州，才是真正的乱世英雄。这就是董卓吗？果然魁梧。董卓都来了，吕布也不晚了吧？刘将军，如今天下大乱，董某有意与将军结盟，共图大业。若将军愿与我一同入京，辅佐天子，主播可以同意。刚好让董卓去试试水。主播把握机会啊！董卓挟持天子，更好能封你为凉州刺史。没错，主播可以躲在董卓后面浑水摸鱼，偷偷发育。董将军所言极是，刘某愿与董将军一同入京，辅佐天子，安定天下。好。明日我便率部与将军一同启程。董卓野心勃勃，但在他身边如同伴虎，主播还是要小心。这是要进董卓入京的剧本了。刘将军当真年少有为，少年英雄啊！董刺史过奖了，大人之事迹如雷贯耳，乃我等之榜样。刘将军，我等入京勤王，还是需要立威。你挑100个刁民杀了，挂在城门示众。助我立威，假装领命，转头救百姓，反杀民心。杀百姓失民心，不如杀董卓私兵里的劫掠者，既立威又清污。主公，乱世安民方能立足，杀百姓只会激起民变，
我以为董公惩戒了范氏士卒，以肃军纪，又安民心。哼，算你会说话。传令，入城后敢乱杀百姓者，斩！堪堪躲过一劫，这董卓残暴多疑，步步都是陷阱。赵地暗弱无能，不堪奉宗庙，吾欲废变立邪，安定汉室，谁敢不从？董卓，你边陲匹夫，擅行废立，屠戮百姓，此乃篡逆大罪，我绝不许你祸乱汉室。老匹夫找死！来人，将卢植拿下，3日后午时问斩，令留守监斩。留守，你若助纣为虐，便再也不是我弟子。董卓这是逼我亲手杀师，彻底绑上贼船。董卓太阴了，监斩是死局，必须劫狱。主播先假意领命，麻痹董卓，深夜劫狱。天牢有董卓亲兵把守，硬闯不行，得调虎离山。末将遵董公令。监斩是死路，劫狱是险路。董卓必然不想天罗地网，李傕亲守天牢，如何破局是好？派细作假扮刺客袭扰相国府，调走李傕。让刘备带亲卫在密道接应，送卢植去陈仓。记得苦肉计博得董卓信任。系统，我要购买本月物品。置换养平半成3。董公让留守监斩，却让我守牢，怕是防着留守救失，我需盯紧一切动静。诛杀逆贼董卓，留100人守牢，其他人随我去救董公。老师，弟子来救你。滚开！你与那董卓狼狈为奸，事到如今，我和你没什么可说的。老师，那董卓势大，弟子若不潜藏他身边，又如何匡扶汉室？谁在里面？拿下！系统出品必是精品。快撤！李傕随时会回来。老师得罪了。废物！李傕，你连个天牢都守不住。董公，卢植是留守老师，昨晚定是他所为。传留守，我要亲自问他。董公，末将罪该万死。昨夜末将巡查城防，与刺客劫狱，末将拼死阻拦，却被刺客砍伤。卢植还是被劫走了。那2名守卫收了世家贿赂，故意放行刺客，末将已拿下，请董公发落。苦肉计加栽赃，主播这演技绝了。董卓绝对信了，他本来就不喜那些世家。好一群胆大包天的家伙！哼，敢跟我作对！留守，我封你为司隶校尉，掌洛阳城防，今日便去斩杀那些反对我的朝臣，立威朝堂。董卓这是又要逼我去杀忠良，彻底断了我后路。不如抄世家家产充军饷，既除祸根又得粮草，用世家的钱养资紧兵，血赚。董公，杀朝臣会让天下士人离心，不如查抄反对您的世家家产，数千万金银粮草充军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妙，就依你说的。董卓，你的好日子快到头了。那丁原处处与我作对，只不过其兵马众多，若与之动兵，又恐世家叛乱。各位有何良计？主播让他俩打起来啊！对，利用破丁原得到董卓信任。我们的目标可是凉州刺史，别忘了。董公心系汉室，废昏立明，乃是效仿伊尹放太甲，霍光废昌营，功在千秋。丁原这老匹夫竟不识大体，忤逆董公。还是刘将军懂我。丁原匹夫，我定要将他碎尸万段。第一步成了，接下来帮董卓收吕布，彻底绑牢他。吕布此子勇冠3军，若不能收服，必成大患。董公，吕布虽勇，却无谋略，且贪财好利，野心勃勃。末将有一计，可不费一兵一卒，让吕布斩来丁原，归降董公。刘将军有何妙计？快快道来！赠吕布赤兔马加封侯，满足他的名利心。黄金啥的都给上。伪造丁原密信，说他要献吕布给袁绍，换高官厚禄。我携赤兔宝马、黄金千两前往吕布营帐，许他高官厚禄，再伪造丁原通原密信，让吕布对丁原恨之入骨，必反。不愧是刘将军，就依你之计。哈哈哈哈哈！早就听闻吕将军勇冠3军，当世无双。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你是董卓的说客，不必多言。丁公待我如子，我绝不背叛。别劝降，先捧他。戳通点，丁原给不了他封侯，给不了铁骑，给不了霸业。将军武艺，天下无人能及。可那丁原麾下兵马疲弱，将军在此不过是猛虎困牢笼，蛟龙游浅山。董公敬重将军，特赠赤兔为坐骑，封中郎将、都亭侯，统领秉州全部铁骑。可丁原非但不重用将军，反而暗中与袁绍通信，打算将你绑送袁绍，换取冀州一郡之地。暴击，吕布必反。再加一把火，洛阳孩童都知道良臣当则雄主，董公缺的就是将军你那般人才。丁原老匹夫，
枉我敬他如父，竟如此待我！将军当断则断，大丈夫生于乱世，当提3尺剑，力不是功。烦请转告董公，不愿斩丁原首级，归降董公，永世效忠。将军英明。成了，吕布彻底被拿捏了。哈哈，认吕布当儿子真惨啊！乌儿，快随我斩杀董卓！老匹夫，你卖我求荣，今日便是你的死期！公若不弃，不愿拜为义父。恭喜董公得此虎将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吾德奉先，如猛虎添翼，天下不足定也。此次收服吕布，全靠刘将军妙计。董公的功业早已不是臣子二字可配。哈哈哈哈哈！哦，刘将军此话何意？来了，顶级捧杀！不说臣子，直接说天命所归，无冕之皇，伊尹放太甲，霍光废昌营，不过是守城之臣。而董公你挽汉室于倾颓，诛逆臣于朝堂，收虎将于天下。如今天子年幼，百官怯懦，州郡割据，百姓流离，能安天下者，非董公而谁？董公，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，岂能郁郁久居人下？哈哈，说得好，说得好啊！伊尹好功算什么？朕本相才是天命，义父当为天子，董公当为天子！哈哈哈哈！董公欲图大业，西北凉州乃是根本之地，那里民风彪悍，盛产良马精兵。若凉州稳固，您问鼎中原，便再无后顾之忧。凉州至关重要，只可惜无人能守。末将愿为董公镇守凉州，整军备战，为您帝业夯实西北根基。恳请董公封末将为凉州刺史。区刺史何足挂齿？这凉州刺史之位，非你莫属。谢董公恩典，末将必不辱使命，为董公守住西北江山。顶级捧杀，把董卓捧成称帝狂，反手拿到凉州地盘，不费一兵一卒，白嫖一州之地。主播彻底起飞，有兵有地盘，再也不用看董卓脸色了。直播间人气突破1万，解锁全局视野，凉州全域。董卓，你尽管做你的皇帝梦，我在凉州积蓄力量，待时机一到，便是你的死期。刘将军，凉州万事托付于你，待我在洛阳稳住大局，便召你回朝，共创大业。董公放心，末将必在凉州为您打造一支天下无敌的铁骑，随时听候调遣。刘兄此去保重，洛阳有我，无人敢动董公分毫。演技拉满，董卓还真以为主播是他忠臣。凉州到手，马上开始猥琐发育。主公，凉州各部尽数归服，新编铁骑12000人，粮草可支3年，连弩、燃烧弹、轴气弹皆已量产，随时可出军讨董。不着急打，搞两面派。明面上给董卓送战马、送粮草，暗地里派使者连袁绍，促使诸侯讨董。元直，替我修2封书，一封送往洛阳，献战马300匹，粮草5000石；一封密送冀州袁绍，约为内应，共讨国贼。主公高见，极限两面人，董卓当他是忠臣，诸侯当他是义士，谁赢帮谁，谁弱坑谁。给董卓送假情报，说诸侯不堪一击，让他浪。留守真乃我忠臣，凉州安稳，我无后顾之忧矣。主公，留守此人深不可测，手握凉州1州之地，不可不防。防什么？留守是我一手提拔的心腹，又帮我收服吕布，若没有他，我何来今日之事？义父，刘将军忠心耿耿，不可猜忌。哈哈哈哈！传令，加封柳寿凉州牧，赐甲节，统领凉州全境军政。主公，袁绍已传檄天下，18路诸侯共讨董卓，大军数10万，直指洛阳。好，传令凉州全军整军备战，随时准备入关。大哥，俺终于能上战杀贼了。三弟莫急，一切还得听大兄安排。董贼末日近在眼前，剧本完全按主播的走，讨董大战开始了。主播坐等摘桃子。袁绍联军已至关下，吕布率3万铁骑镇守，诸侯连败3场，士气大跌。再耗数日，必不战自溃。吕布骁勇无双，联军无人能挡，正面攻关，徒增伤亡。让诸侯去烧粮，主播坐收渔利，写传。没粮，吕布再猛也得退。吕布全军粮草皆屯于黑石渡，守备空虚。只要把这份布防密报送给袁绍，联军自会烧粮逼退吕布。玄德，你前往联军大营，将布防图密送袁绍，以汉室宗亲身份助袁绍，稳住联军军心，静待粮营火起。大兄放心，备必办妥此事。天助我也！吕布粮草尽在黑石渡，今夜便派轻骑劫营。孙文台，命你率本部精兵夜袭黑石渡，焚毁董卓粮草，不得有误。末将遵令。吕将军，大事不好！黑石渡粮营被袭，粮草尽焚。何人敢断我粮草？什么？粮草没了？我们是不是死定了？全军撤退，返回洛阳！玄德送来情报，真乃神迹。
虎牢关破矣！一群废物，为何那袁绍小儿能精准截到我军粮草？主公，粮草已尽，虎牢关破，联军旦夕至洛阳，不如焚毁洛阳，迁都长安，凭函谷关天险据守。焚城迁都，不留寸土给诸侯。全军急行，入关诛董。董卓，你的末日到了，这天下终究要靠实力说话。主播主力入关，总攻开始。火烧洛阳，迁都长安，经典剧情来了。谁来救救我？快来，这家还有宝贝！求求你了，军爷，放过我女儿吧！我早就想杀这些刁民了。这该死的董卓，还是放纵手下烧杀抢夺。大兄，洛阳没了。洛阳不是被火烧没的，是被人心乱没的。今日我就一城百姓，明日便要定天下秩序，不让乱世再毁山河。董卓这老贼是真疯了，千年帝都说烧就烧，看得我拳头都硬了。这乱世里百姓是真的惨。别愣着了，主播，赶紧让关张冲进去平乱啊！晚了人都没了。关羽、张飞听令，率部直入洛阳，敢劫掠百姓、纵火行凶者，无论董军还是乱民，当场格杀。主公那董贼向西逃去，俺请命前去追击。勇而无谋，是为匹夫；追而不捷，是为纵敌。董卓要逃，便让他逃，逃进我为他备好的死局。此处是天下咽喉，战之则进可攻中原，退可守雍凉。董卓焚洛阳，弃根本，已是穷途末路，必会来此。留守，董公待你不薄，竟敢背主！这董贼比我誓师的时候，今天老子不发泄，我就咽不下这口气。我留守行事，从不受制于人。董贼祸国，我便诛之；天下大乱，我便安之。区区恩义，岂能挡我匡扶汉室之志？卧槽，主播玩这么大，单骑就敢怼到关前，别冲动啊，主播！城上全是弓箭手，真当自己是关二爷呢？主公危险！将在谋不在勇，兵在精不在多。今日我以一身取一座雄关，让天下人知道，我留守所在便是天险。疯了疯了，这波真的赌命了。我赌5毛，主播肯定留了阴招，找气弹还是泻药？别装了，主播，我都看见你身后亲兵摸火油坛子了。这下爽了，系统的刀法还是给力的。降者不杀，敢反抗者，同董贼一并处死。留守小儿，休得猖狂！你敢杀我？助纣为虐，子有余辜。我去，一刀就挑飞华容兵器。主播武力值什么时候这么顶了？早期弹炸城门这招是真赢，我就说他留了后手。不是说好的关羽温酒斩华雄呢？主播直接截胡了。庶子，我待你如心腹，你竟负我！呸！我看你就恶心。我从未效忠你，我只是借你之势行我之道。从一开始，你便是我棋盘上的义子。吕布，给我冲！奉先，你勇冠三军，是错投明主。我给你机会，是随董贼共死，还是归降汉室？吕某愚昧错行乱逆，今愿归降将军，生死无悔。你别认我当义父就好。你之过是错投明主，你之勇可安天下，既往不咎。从今往后，你我共扶汉室，同定乾坤。董卓已灭，大乱未平。从今日起，我留守坐镇雍凉，守护函谷，护百姓，安四方，定乱世。愿随主公共定大业。吕布居然真降了，三姓家奴这就换主公了。人气突破2万奖励，霸王枪法名将招募卡。董卓已死，诸侯必乱，这天下我不会再让他四分五裂。留守小儿，杀我主公！今日定要将你碎尸万段，踏平函谷关！弟兄们，随我杀！你们也给我下去陪那董贼！跳梁小丑也敢班门弄斧！李傕、郭汜这俩货就是菜鸡互啄的水平，主播随便拿捏，直接2翼包抄，中间放沼气弹，把他们困在洼地里。吕布、关羽左右出击，张飞正面冲阵，这仨猛将往那一站，乱兵直接吓尿。主公，李傕、郭汜急于复仇，必会直冲函谷关。末将已令周仓率人埋伏于两侧洼地，只需主公一声令下，便可合围。传令：吕布率3000铁骑左路包抄，关羽率3000铁骑右路截杀，张飞率2000锐士正面迎敌。待乱兵入洼，即刻引燃沼气弹。神挡杀神，佛挡杀佛。关羽在此，尔等还不速速投降？谁敢与俺决一死战？不好，快撤！逆贼哪里跑？杀！点火！
将军，请饶我性命！爽，3分钟解决战斗，主播麾下猛将太顶了，雕虫小技也敢班门弄斧。直播间人气突破23000，解锁军粮速产单程1000。将降病中精壮者变入府军，老弱病残发放粮食遣返原籍，敢再作乱者，格杀勿论。遵令。末将吕布奉我主留守之命，前来迎陛下回洛阳，沿途安危由末将与关将军全权负责。刘刺史，他真的会护朕周全？陛下乃九五之尊，我主留守忠心耿耿，匡扶汉室，庇护陛下安如泰山。有劳二位将军了。臣刘备参见陛下，奉我主之命，特来为陛下送衣食补给。乱世之中，尚有忠义之臣，汉室幸甚。曹老板的剧本被主播截胡了。刘协这孩子太可怜了，颠沛流离的。主播就算挟天子，也比让他被诸侯欺负强。主播这波操作太妙了，迎回天子，师出有名。刘刺史平定董卓之乱，迎朕回洛，功盖天下。朕封你为大司马，都督雍凉、清徐4州军事，赐爵武平侯，可建足上殿，入朝不屈。臣留守，谢陛下隆恩。臣定当竭尽所能，匡扶汉室，扫平乱世，还天下太平。也到我试试了。这挟天子以令不臣的剧本。如今董卓虽灭，各诸侯皆拥兵自重，不听朝廷号令，甚至劫掠州县，残害百姓。此等行为与董卓何异？陛下，臣请下旨，令各州诸侯即刻解兵归朝，缴纳粮草。若有违抗者，以谋逆论处。臣愿率大军前往征讨，以正朝纲。准大司马所请，即刻拟旨，传捷天下。大兄，挟天子以令诸侯，虽能师出有名，却也会成为诸侯眼中的众矢之的，恐引火烧身。玄德，乱世之中不够强硬，就只能做任人宰割的羔羊。我就是要让他们知道，如今的汉室由我留守说了算。诸侯各据一方，根基深厚，硬拼必损于倔强。唯有让他们自顾不暇，我才能坐收渔利。那枚名将招募便是最好的机会。主播这波挟天子以令不臣，刚送走董卓，又来个更狠的。百官瑟瑟发抖，不敢说话。可招募指定类型5位历史名将，召唤的武将绝对忠于主播。主播直接招募韩信、白起、李广、卫青、霍去病啊！有了这些猛将，主播麾下兵强马壮，扫平诸侯指日可待。只是天纪元猛将难以撼动诸侯根基。这些猛将还不行，主播你懂不懂的？不是，哥们儿你想干嘛？主播这怕是憋了一肚子坏水。系统使用名将招募卡，指定招募对象反贼。所有起义领袖已获得各州地理民情信息，自带一呼百应 buff， 可快速聚众起事。宿主可通过系统查看各州乱局实时情况。袁绍、曹操、刘表、袁术、陶谦，你们的好日子到头了。袁绍老贼占我冀州，夺我田地，逼死我妻儿。诸位乡亲，今王一死，举大计一死，等死，死国可否？跟随二位头领，王侯将相，宁有种乎？待到秋来9月8，火花开后，百花杀。曹操老贼占我兖州，苛捐杂税，逼得百姓易子而耻。今日我等便要替天行道，让他血债血偿。陶谦老贼懦弱无能，纵容部下劫掠乡里，今赋役繁重，官吏侵余，农桑不足以供应，求一日饱食不可得。诸君以为何如？愿听圣公号令。我等起义，不求富贵，只为世法平等，无有高下。今日随我破城，诛杀贪官污吏，明日便人人有田种，户户有饭吃，再无贵贱之分。刘表老贼占我荆州沃土，兼并土地，逼得百姓流离失所。今日我等便要夺回属于自己的田地。营矿王吴大良，随我起义，从此不用再交苛捐杂税，不用再怕官吏欺压。老人家，我等承诺会建均田，不管是王公贵族还是平民百姓，人人分田，人人平等，再也不会有人夺你的地，抢你的粮。闯王万岁！袁术老贼骄奢淫逸，搜刮民脂民膏，让淮南百姓饿殍遍野。今日我等便要抢他的粮，杀他的兵，替天行道。天生万物与人，人无一物与天。杀！主公，天子尚在洛阳，您建号称帝，乃是谋逆大罪，天下诸侯必群起而攻之，还请主公收回成命。
放肆！我袁家43公，门生故意遍天下。如今汉室衰微，我登帝位乃是顺天应人，谁敢再见？斩！朕建号重视，改寿春为都，封纪灵为兵马大元帅，张勋为副帅，率10万大军驻守淮水南岸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袁术僭越称帝，大逆不道。朕令大司马刘守率大军讨贼，扫平受征，诛灭逆党亲子。不是，这袁术怎么敢啊？是我拳头不够硬吗？袁术匹夫，竟敢建号称帝！今日我奉天子之命讨贼，必让他身首异处。主公，俺愿为先锋，拿下那袁术。袁术狂妄自大，麾下虽有10万大军，却皆是乌合之众，定不堪一击。袁术这老小子飘了，居然敢自封为帝，怕不是活够了。淮水南岸地利是不错，但袁术这智商，迟早被主播玩死。一步步把袁术勾引到北岸，离咱们营地近点，再围殴。袁术驻守淮水南岸依水建营，正面强攻必损兵折将。我打算故意斗将失利，用计诱之。主公所言极是。袁术素来骄真，斗将落败，他必认为我军不堪一击，届时假意撤退，必能勾引其率军北进。吕布率铁骑为先锋，关羽、张飞、刘备为中军，公孙瓒断后，徐庶为军师，即刻开拔受伤。留守小儿，竟敢率军来犯，朕赐你一死，速速受降。玄德，今日斗将，你与云长一独出战纪灵，切忌只守不攻，故意落败，让袁术放松警惕。大兄放心，我等知晓分寸。一群鼠辈，谁敢与我决战？啊！反贼匹夫也敢猖狂，看俺戳烂你的嘴！大哥刚才是不是让我不要用力来着？记得收点力吧，是真怕你。控制一点都不能伤到他，真难啊！还是大哥厉害。小样，我刘备演戏经验可不是你们能比的。云长你演的太过了，还是玄德让人可惜。一群鼠辈，不过如此。哈哈哈哈哈！纪灵不愧是朕的兵马大元帅。3英战一人，竟还落了下风，留守麾下，不过如此。二弟、三弟，我们撤！真憋屈啊！留守小儿，还有何本事，尽管使来！留守军不过是纸老虎，明日朕便率大军北进，踏平他的营寨，活捉留守。影帝级表演，刘备这摔马太逼真了。袁术这傻子真信了。3英演得好累，下次能不能换个人放水？玄德啊，我就知道你小子也不老实。今晚给你加鸡腿儿，传令下去，今日收兵，营寨后退3里。袁术手下勇冠天下。哼，好啊，一个个都怎么会演是吧？纪灵之勇，我不敌也。行吧，你真打不过，好好当二爷的刀架子。留守小儿屡战屡败，你是惊弓之鸟。今日朕率大军北渡淮水，直取他的中军大寨，活捉留守。吾皇英明，此战定能大胜。袁志，鱼儿上钩了，传令下去，营寨再后退5里，沿途丢弃部分军械粮草，装作溃逃之态。遵令。袁术这老小子彻底飘了，营寨建得跟纸糊的一样。主播这诱敌深入玩得太溜了，一步步把袁术拉离地利。10里距离，转瞬即至，袁术的死期到。袁术已入我圈套，今夜3更，全军出击，分4路冲击袁术营寨，务必一战击溃袁术。袁术还是你命好，我手下这几天憋屈的就差让我也上。遵令。关尔等乃插标卖首也，燕人张飞在此，谁敢与我一战？逆贼袁术，速速受死！怎么回事？留守军怎么会突然来袭？休得猖狂！这才是我真正的实力。吕布这一招包是带情绪的。哪里跑？笑死了！纪灵这小子膨胀了都。袁术这老小子跑了，可惜了。降者免死，敢反抗者格杀勿论。将军饶命！将军饶命！直播间人气突破3万，缴获传国玉玺，解锁玉玺加持增益，奖励诸葛连弩亮太升级版图纸。留守小儿欺人太甚，本帝不过一时失手，今日定要在庐江给他一个教训，让他知道我袁家的厉害。主公，留守麾下猛将如云，兵强马壮，我军新败，士气低落，不如必城死守，待袁绍、刘表援军到来再做打算。诺。我军尚有万余兵马，又占山脚地利，岂会怕他留守？传我将令，全军严阵以待。若留守来攻，定让他有来无回。山脚地势易守难攻，若正面强攻，
即便取胜，也必损兵折将。主播别硬攻，袁术这货刚吃败仗，肯定草木皆兵，用心理战耗死他。系统商店不是有录音机吗？买了录冲锋声，晚上放，让他的人彻夜不睡。对，定时播放，换着方向放，让他们摸不清虚实，折腾到疲惫不堪，主打一个精神摧残。精神污染吗？还是水有没有光？取我那墨家秘传声闻器来。主公，这铁疙瘩是啥玩意儿？方方正正的，既无弦也无鼓，能有啥用？此器造型奇异，不似凡间之物。主公所言声闻器，莫非能输入人声？此乃早年偶得的墨家秘传机关，能将冲锋喊杀之声收入其中，夜间播放，可乱敌军心。对，都是墨家机关术。老祖宗我也算是传教了。墨家机关术竟精妙至此，能将无形之声留存，真是闻所未闻。杀！擒杀袁术！你们看仔细了。杀！擒杀袁术！这铁匣子竟真能吞下声音，莫不是有妖法？此器娇贵，不可乱碰。待破了袁术，再让你们细看。我的天，这铁疙瘩真能把声音存起来！主公这宝贝也太神了，以后是不是不用喊杀，让他替我们喊就行？小声点，这可是墨家秘传，定然有鬼神相助，可不敢亵渎。尔等吩咐袁术营寨四周，四向各放2台，两侧山脚树林各放1台，按我教的法子调好时辰，隐藏好此器，不可让敌军察觉其踪迹。是。待他们疲败不堪，便是我军进攻之时。嘿嘿，袁术啊，让你也来体验一下加班的快乐吧。这宝贝要是真能折腾死反贼，俺以后也想弄一个玩玩。此器虽小，却能抵千军万马。主公得此至宝，实乃天意救助。杀！冲啊！擒杀袁术！快，迎敌！留守小儿偷袭了！全军戒备，朝东侧草丛射箭。这是什么鬼东西？方才的喊杀声，难道是他发出来的？妖物，定是留守用妖法作祟。主公，这妖物能凭空发声，怕是有鬼神相助，我们还是小心为妙。将这妖物收好，严加看管，明日再做打算。留守定然在营寨四周藏了多个这种妖物，目的就是扰得我们彻夜不得安宁。这究竟是何妖物？扰得我1晚上没睡。这留守怕是有鬼神相助，我等该如何是好？留守小儿竟用此等妖法害我！若让我擒住他，定要将他碎尸万段！全军出击！遵令！留守大军在此，降者免死！还不速速投降！杀！饶命啊，将军！快带主公撤退！该死的留守匹夫，我与你不共戴天！杀！袁术逆贼，哪里跑？不必追了。袁术已是穷途末路，将那声闻器收好，此物还有大用。主公，此战大获全胜，袁术单骑逃往江东，庐江守将已开城投降，俘虏的士兵整编，百姓开仓放粮安抚。周仓率5000兵马驻守庐江。主公，这宝贝也太神了！以后打仗，咱们是不是不用费力喊杀了，让他替咱们喊就行？此器若能广泛应用，定能震慑敌军，省下不少气力。雷电用不了几次，此乃墨家秘传，数量稀少，且需好生养护，日后再酌情使用。恭喜主播收复庐江，还收获了古人对录音机的崇拜。袁术到此都不知道，折腾他一夜的不是妖法，是现代录音机。下次可以用录音机录点鬼哭狼嚎，直接把敌军吓破胆。直播间人气突破35000，奖励工程设备使用权，可花费积分一段时间内使用现代工程设备。留守小儿毁我基业，今日决一死战，胜则重掌淮南，败则同归于尽。袁术率3万余贼众杀来，欲决一死战。袁术匹夫，还敢送死！俺愿率5000铁骑戳烂他阵脚。袁术已是穷途末路，这3万亡命之徒不堪一击，但他既想鱼死网破，我便用墨家秘传利器，让他连大营都进不了。这波我得装个大的，细等积分，给我狠狠花。取绝地机10台，限时12个时辰。有点装大的好，系统就不能小声点？大哥，那是什么怪物？铁壳裹身，还有这么粗的铁臂，莫不是山神显灵？我也不知。大兄这墨家神兵真犹如神迹，此器造型诡异，绝非凡间锻造。主公所言绝地机竟有如此威势，这般巨物若用于攻城，岂不是无坚不摧？墨家机关术竟已精妙至此，铁臂挥胸能掘土如翻浪，远超人力100倍，真是闻所未闻。我的天，这铁怪物动起来了，铁臂一甩就挖起一大片土。主公果然有天助，竟能召唤此等神物。小声点，这是墨家秘传，定然有鬼神之力，可不敢亵渎。主公，事后回报，李自成据南阳、新野，刘表困守襄阳，两军僵持月余，
粮草接见匮乏，正是渔翁得利之机。系统兑换2个对讲机，其中一个兑换至李自成旁边，标注留守亲赠，供货刘表。检测到宿主指令，简易对讲机一台，已精准传送至李自成中军帐，宿主可随时通话，通信距离覆盖滨州全境。妙啊！直接给李自成送对讲机，里应外合，刘表插翅难飞。李自成是系统召唤的，本身就忠于主播，这波操作零风险。刘表还不知道自己被前后夹击，等着被包饺子吧。各位不急，我已与那叛军首领李自成联合，里应外合，必能拿下刘表。大兄，李自成乃草莽起义军，与刘表仇深似海，怎会突然归顺？当然是靠这个。刘公，在下李自成率南阳军民恭迎明主。闯王，此乃妖物，怕是刘表派来的邪术，快毁了他！且慢，此物刻着留守亲赠，我等本就是刘公感召而来，何来要挟之说？刘公，在下李自成率南阳军民恭迎明主。闯王无需多礼，我乃留守，此刻正在荆州边境大营，距你南阳百里之遥。此乃墨家秘传传音器，可助你我里应外合，共破刘表。真能说话，百里之外竟如面对面一般，这不是妖法是什么？神物，此乃神物，刘公定是天命所归，才有此等神器相助。刘公神威，末将佩服。刘表困我于南阳，百姓缺粮少甲，早已怨声载道。但襄阳城墙高厚，末将难以攻破，还请刘公赐教。闯王勿忧，明日你率主力攻西门，刘表必以为你孤注一掷，会调主力驰援，届时我军三面合围，你我里应外合，襄阳必破。若刘表识破计谋，不调主力驰援西门，该如何是好？无妨。攻城前可让士兵高喊留守大军已破襄阳北门，以虚张声势。刘表多疑，必定大乱，而调兵驰援。遵刘公令，末将明日定破西门，不负所托。闯王，这传音器真能随时联系刘公，百里之外，一句话便能传到。刘公威武，诸位将士辛苦。愿随闯王听刘公号令，破襄阳，定荆州。城内粮草已不足半月，城外李自成军虽弱，却死缠烂打。如今又添留守20万大军压境，内外交困啊！主公，留守军势大，李自成军民心所向，我军腹背受敌，不如暂且归降留守，待日后再图复起。我刘氏宗亲，岂能屈居于外来将领之下？这两人一同来犯，彼此必会互相警惕。我等只需等待时机。猛攻！刘公大军已在城外合围，襄阳必破。破襄阳，军铁母！不好，李自成攻城了！刘公，西门守军顽抗，刘表已调城南、城北部分守军驰援，东门守军尚未调动。闯王坚持片刻，我已令吕布佯攻西门南侧的府门，吸引驰援的守军分兵。关羽即刻猛攻东门，逼刘表回援东门，减轻你方压力。遵令，将士们，刘公已派大军出攻，刘表军已是强弩之末，随我杀进城去。刘公，刘表又调了2000精兵死守城门，我军难以突破。我已派张飞绕至西门北侧发起突袭，你率主力佯攻城门正面，吸引守军注意力。明白。人张飞在此，谁敢拦我？刘公，张飞将军已至北侧，我已令3门大军同时发力，襄阳已成孤城，破城就在此刻。总攻，随我杀进城去。刘公，西门已破，我军正沿街推进，刘表军溃散，百姓纷纷开门迎接。闯王干得好，速率军赶往襄阳郡守府，围住刘表，不可让他逃脱。我随后便到。快去调西门守军回援。怎么会这样？李自成怎会与留守联手？主公，事已至此，速速投降，尚可保全性命。末将李自成参见主公。闯王劳苦功高，此传音器便赠与你，日后平定荆州，还要仰仗你安抚百姓。闯王，这铁盒真能千里传音，俺上次见主公用过，今日亲眼见你与主公联络，真神了。此秘传定能让两军协同如臂使指，主公谋略，辅以神物，天下无人能敌。刘公心怀天下，刘表愿将荆州全境献出，听候调遣。刘表归降，免你罪责，仍留任襄阳郡守，协助李自成安抚百姓。完美收官，里应外合，荆州轻松拿下。哈哈哈！刘表到死都想不通，主播怎么和李自成联合的？真的很期待各路反贼齐聚洛阳的场景了。直播间人气突破5万，解锁观众连线功能，上限500。主公，已入荆凉边境，袁绍的势力范围就在前方，需多加戒备。关羽、张飞、吕布都在襄阳安抚百姓，整编军队，主播小心点啊！主播此次逼近他的势力范围，袁绍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传令下去，全军加速通过峡谷，不得拖延。我这乌鸦嘴，
留守小儿，此路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。今日你插翅难飞，速速奉上粮草军械，束手就擒。本将军可饶你不死。主公快走，末将率亲兵断后。弓箭手，准备放箭，全都去死吧！张猛，主公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再不走，我们都要葬身于此。袁大嘴，你给我等着！要是能活着回去，干不死你！追！留守已经丧家之犬，务必将他生擒，以绝后患。主公，我们与主力失联，袁绍军紧追不舍，该如何是好？大袁术把我积分化太多了，早知道不用那么多挖掘机了，我装那个逼干嘛？主播威仪，快让我们上！我要穿越三国当死士。没错，主播早就想试试连线功能了，申请附身，我要冲上去干了袁绍军。系统启用观众连线功能。使用观众连线功能，以锁定附身目标，附身时限每日6小时，持续3日，保留水有意识。我操，真穿越了！这衣服料子比我家窗帘还糙，这尸体的腿怎么还打摆子？生前是不是缺钙？终于摸到真三国皮肤了，感动哭！主公，这些弟兄怎么活过来了？还说些听不懂的胡话。此乃秘传活尸术，他们现在是我的秘密武器，只管看戏便是。袁绍啊，我这第4天在，不知道你顶不顶住。哈哈哈哈！留守那小儿已是瓮中之鳖，明日一早便可擒获。我操，三国野味，没放辣椒差评，这是啥情况？逃兵饿疯了！老铁们，让我尝尝三国人是不是咸的。奥利给干了！疯了，这人绝对疯了！不痛不痒，你砍我一刀，我咬你一口，这波不亏。嘿嘿嘿嘿。看我菜刀砍电线，一路火花带闪电。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，右边把石头扔你脸。家人们谁懂啊？穿越第1天就当人体炸弹，这破天的富贵我接住了！袁绍老贼，出来单挑啊！烤红薯喽！袁绍军的红薯免费吃。这些人不怕烫啊！这些人比真恶鬼还吓人。这墨家活尸术果然与众不同，我就知道沙雕网友整起活来不一样。那个咬人的我要不还是报警吧。太羡慕了，怎么我就没被选上呢？主播继续努力，争取下次更多。主公，他们好像在玩。主公，昨夜有数百名留守的残兵夜袭，这些人言行怪异，不怕伤痛，我军死伤300余人，士兵们都吓怕了。妖法，定是留守用了妖法，召唤出了疯癫恶鬼，增派兵力，严密防守，全军进山搜捕。精准打击，这波是水果忍者现实版。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等一下，我给你们表演个绝活，下剑！奇迹行者还在耍野，快过来救一下呀！坤哥，你别瞎冲，先把那个拿弓箭的给我怼了。他们不仅是恶鬼，还会互相喊名字，这到底是什么妖术？将军，那些东西太诡异了，一会儿喊奥利给，一会儿跳怪舞，我们根本打不过，再追下去我们都会疯掉。留守匹夫，此仇我必报。撤兵！太好玩了，下次还来。可惜时间还是太短了。兄弟们，大军就在前面了。袁绍，你给我等着！主公，俺就知道你吉人天相。不过俺听说追击你的援军都被一群疯癫恶鬼吓退了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此事说来话长，是一群墨家义士相助，他们行事乖张，却威力无穷。多谢各位水友相助，你们的整活救了我一命，这份恩情留守铭记在心。哈哈哈哈！袁绍军被我们整疯了，太爽了！附身体验卡到期，下次还来。三国旅游团申请加开2期。我最后那个噎的姿势帅不帅？有没有被袁军记住我的盛世美颜？主播安全就好。直播间人气突破6万，解锁基础火药功能。留守小儿，今日我率冀州雄师亲至，定要将你碎尸万段，踏平你的营寨。主公神威，留守匹夫速速受降，否则我大军踏过，寸草不生。兄弟们，冲！踏平汉营，活捉留守！主公，末将愿率军迎敌，定挡下这波骑兵。主公，俺跟二爷一起冲，定杀的这些援军片甲不留。不急，主播快开连线，我们上，不怕死不怕痛。直接化身自爆兵冲啊！我要包不行，找气弹啊！绑身上冲骑兵堆里炸，直接把骑阵冲散。申请附身，这波必须给袁绍的骑兵干碎。系统立刻启用观众连线功能，全员开放附身权限，附身目标为阵前所有阵亡士兵，时限2个时辰。观众连线功能已启用，共计500名水友成功附身阵亡士兵，附身后无疼痛感知，保留自主意识，时限2个时辰。炸个痛快！大风车吱呀吱悠悠地转，袁绍的骑兵要被炸得稀巴烂。对面的援军骑兵看过来，爷今天给你们整个大活，缺条胳膊怎么了？主打一个极限1换1，炸翻一个不亏，炸翻2个血赚。主公，这些弟兄他们活过来了，此乃墨家秘传活尸术，他们是我请来的破阵死士，无需惊慌。对不起了，老祖宗，这锅也麻烦你背一下了。什么情况？这些汉兵不是死了吗？怎么又站起来了？疯了！他们不要命了！居然敢迎着马队冲过来！来啊，互相伤害啊！看是你的马刀快，还是我的引线快？嘿嘿，拜拜了你嘞！艺术就是爆炸，爆！家人们，全体起立！
看我这波五杀！一条胳膊换你们4条腿，不亏。就这，犯大汉江湖者，不必击而破之。妖术，又是留守的妖术！这群恶鬼，快撤！主公，这东西太邪门了，骑兵阵全乱了，再不撤就全完了。全军出击，随我杀！汉贼不两立，王爷不偏安，随我杀！燕人张翼德在此，元贼纳命来！强者不杀，敢反抗者，格杀勿论。袁绍匹夫哪里跑？快撤，退回大营！快！赢了，大获全胜。谁有自爆兵立大功？这波直接把袁绍打崩了。袁绍，我招谁惹谁了？先是疯癫恶鬼，又是自爆骑兵，这仗没法打。丁，检测到在线人数突破7万，解锁基础火器制作。此战大胜，全靠各位水友舍命相助，留守在此，谢过各位兄弟。客气啥，主播都哥们儿。下次还有这活儿，还叫我自爆王，我当定了。袁绍退回大营了，接下来是不是该乘胜追击，端了他的老巢？留守匹夫，又是妖法，又是这群恶鬼，我与你势不两立。主公，我军新败，士气大跌，将士们心生恐惧，如今不宜再战，不如紧闭营门，待粮草补给到位，再寻战机。主公，许先生所言极是，留守的那些死士太过邪门，将士们都吓破了胆，现在绝不能再出战了。传令下去，紧闭营门，全军坚守不出。主公，末将今日又引了留守的死士袭扰，果然不出您所料，那群妖物折腾了1个半时辰，到点就全倒地不动了，跟之前分毫不差。哈哈哈哈！我就知道留守这妖物精定有限制，近半月交锋从来没超过500人，除了不怕痛不怕死，满嘴疯话，根本没别的本事。主公明鉴，属下已反复核对，那群妖物每日出现的时间最长不超过2个时辰，根本伤不到我大营根基。传令下去，各营只需严守营门，不必再对那些死士心生恐惧。等粮草一到，便随我荡平留守。袁绍这老小子就会当缩头乌龟，俺愿率5000铁骑硬冲他的营寨，定能给他的营门撞开。翼德所言虽急，却也并非不可行。袁绍龟缩日久，营中将士必生懈怠，我愿与三弟一同冲阵，为大军撕开一道缺口。主公，末将愿率秉州铁骑为先锋，定能冲破他的营。袁绍营寨层层设防，硬冲只会白白折损将士性命，得不偿失。他已经摸清了我们之前的路数，再用老办法根本行不通。硬冲不行就玩阴的，别只附身在己方死人身上，直接附身援军的巡逻兵，混进他们营里搞事儿啊！对呀，先派几10个人伪装成援军自己人，混进营里再开杀，让他们分不清敌我。系统调整观众连线功能，调整为自动连线。丁，检测到附属星球观众连线功能已调整，当观众周围出现可附身目标后，将自动连线观众。原职，你立刻安排细作，摸清袁绍先锋营的换防时间，守卫口令。今夜我们给袁绍整个大活。遵令。来者止步！自己人巡夜回来的，慌什么？口令不说清楚，谁也不能进。你不是下午巡逻的时候被刘健射死了吗？怎么会在这里？嗨，兄弟，你眼花了吧？我这不是好好的站在这儿吗？那是我同营的兄弟，跟我长得像。放肆！你可知我是何人？你在这里磨磨蹭蹭，若是耽误了军事，你10个脑袋都担待不起。兄弟，对不住了，事态紧急，不得不如此。若是事情顺利，少不了你的好处。一个人的血是不够偿还债务的。战斗爽！我的大刀早已饥渴耐耐了。到我上场表演了。犯大汉疆土者，不必击而破之。不要杀我！抱歉了，兄弟。诈尸了，中邪了！都别乱，里面混进汉军奸细了，就是你，你就是奸细，砍死他！别让奸细跑了，凡是拿兵器的都给我砍了！兄弟，对不住了，谁让你站我旁边呢？诈尸了，自己人杀自己人了！主公，你这计也太神了，就靠500人就把袁绍的大营搞成了这样，俺算是服了。以后还是别惹主公了，死人都能凑合。主公此计不费一兵一卒，便让敌军自相残杀，古之名将也不过如此。以后还是火化。不急，再等等。让他们先自相残杀一阵，等他们快平息内乱的时候，我们再杀进去。主播太稳了，掐点掐得死死的。就等他们快稳住场面的时候杀进去，刚好打他们个措手不及。全军出击，随我踏平原营。怎么回事？外面发生了什么？主公，不好了！
不知道哪里混进来的奸细，在营里到处砍人，被砍倒的士兵站起来就砍自己人。现在士兵们都在自相残杀，根本拦不住。主公，这绝对又是留守的妖法，比之前的死士更邪门。现在整个大营都失控了，士兵们都以为是闹鬼了，根本无心抵抗。主公，大营已经守不住了，快撤！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撤，我们回冀州。主公，各郡县的流民安置已近尾声，百姓们都感念主公的仁德。主公，府库如今粮草充足，冶铁工坊、军械坊也在稳步推进，火药量产顺利，3000连弩营士卒已训练完毕。光靠耕牛不够啊，主播快解锁拖拉机，直接农业机械化。搞高温堆肥，简易氮肥安排上，亩产还能再翻。温室大棚搞起来，冬天都能种青菜，百姓就不用挨饿了。水友申请连线，我们直接下场手把手教。系统解锁拖拉机使用权限，启动观众连线功能，总人数上限500人，实现6个时辰。丁，拖拉机可使用限时3日已开放，当前共计320名水友成功附身。我找了几位精通农桑营造的义士会扶助你，3日之内先在涿郡的屯田营试点，若是效果好，全幽州推广。遵命。孟德公，我家主公愿与你歃血为盟，联手讨伐留守。若能击败他，2人平分天下，永结同好。主公，留守此人麾下猛将如云，谋臣如雨，更有诸多奇人异士相助，势力扩张之快，前所未见。主公，奉孝以为此盟可结，我们可借着结盟的机会，借袁绍的手消耗留守的实力，同时平定境内叛乱，扩充兵力，坐收渔翁之利。好，就按奉孝文著所言。子远，你回去告诉本初，我与本初结盟，共同对抗留守。是。今日我留守敬畏晋王，不是为了一己之私，是为了这天下苍生。晋王千岁，千里和晋王千岁。我留守在此立誓，此生定当扫平群雄，匡扶汉室，让天下百姓都能有田种、有饭吃、有屋住，再不受战乱之苦。终于是到今天了。恭喜主播喜提晋王，从涿郡起兵到敬畏晋王，这一路太不容易了，民心所向。接下来该统一天下了。孟德，此番你我联手，定要踏平幽州，将留守小儿碎尸万段。本初所言极是。那留守拥兵自重，挟持天子，祸乱超纲。你我同举一兵，共讨国贼，乃是顺天应人。末将愿率3万铁骑为先锋，3日之内必破界桥。末将愿与淳于将军同往，定斩留守麾下大将首级，献于帐下。好，命你2人即刻率先锋军出发，拿下界桥，为大军开路。报，那袁绍与曹操歃血为盟，派先锋淳于雄夏侯渊率3万铁骑，距界桥不足30里。曹元竟然真的结盟了，我看这2人也是一对苦命鸳鸯。淳于雄加夏侯渊，这俩人一个无桥酒鬼，一个白帝将军，纯送人头组合。主公，这两鼠辈竟敢犯我疆土，俺愿率5000铁骑迎敌，定斩了淳于雄、夏侯渊的狗头，破挫他们的锐气。三弟所言极是，曹元联军远道而来，兵马疲惫，我军可趁其立足未稳，迎头痛抵。末将愿与三弟同往。别应酬，界桥平原开阔，正好适合搞防御工事。用地雷啊，火药就能做，简单的很。对，先拿铁丝网缠住骑兵马腿，地雷一炸，骑兵直接废了。上次火药失利，这次就让你们尝尝火药的真正实力。其余众将，随我坐镇中军，明日便让曹元联军见识见识，什么叫真正的天罗地网。愿随主公死战破敌。派2队细作，扮作流民潜入淳于9的先锋营，把提纯的泻药粉尽数投进他们的水井粮草里。系统开启观众连线功能，明日战场开启后可附身阵亡士兵。观众连线功能已开启，可及时选择附身阵亡目标，实现2个时辰。哈哈哈哈！留守小儿果然胆小如鼠，竟连守都不敢守，直接弃阵而逃了。兄弟们，随我冲过去，拿下界桥！兄弟们，随我杀！三弟莫急，稳住！都给我稳住！逆贼，吃我1毛！快撤！废物，一群废物！3万铁骑，半日就折损了1万多，连留守的面都没见到，就败成这样，我要你们何用？将军，不是弟兄们不拼命，是那留守的那些利器实在太邪门了，我们根本没法冲啊！该死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兄弟们，搞事了！先摸进营寨，把他们的工程器械全烧了。放心，炸弹都带好了，今天必须给他们的营寨掀了。好火啊，比那夷陵之火还要好。我的任务完成了。操了，又是哪来的敌人？快救火，抓刺客！要不我们跑吧？这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？